短短的一部剧，讲述了悟空传奇的一生，这是我看过最温情的龙珠。故事一开始，秀丽的深山勾起了童年无限的回忆。尚未修炼成绝世功夫的悟空被一只恐龙打倒了。就在这危机时刻，突然出现的美女救下了他。悟空将他带回了家，告诉爷爷，一位有凶的怪人救了他。天使听后一脸无语，他不知道悟空还没有见过女人。听到他说自己是天使，这将爷爷吓一跳，还以为是要把他带到天堂呢。天使听后哈哈大笑，原来他是为了悟空而来。作为一名好战的天使，他想将自己的本领交给一个超级战士。当他在宇宙里寻找到这位战士后，没想到他已经将自己的能力交给了值得拥有的人，而这个人就是悟空。爷爷和悟空完全懵了，因为远超过了他们的认知。不过天使看到悟空就是个小毛孩子，对他有点失望，这刺激到了悟空好战的心，执意要和他比试一番。二人拉开阵势，爷爷一声令下，悟空迅速上前攻击。没想到他自信的招式对他丝毫没有造成伤害，一拳被打倒了，继续攻击还是无效，反而被打得更惨。悟空没有感到疼痛，而是非常兴奋，一定让天使教他。天使答应了下来。半夜，爷爷和悟空在熟睡，而天使却无法入眠。看着皎洁的月光，他走到外面进行修炼。剧烈的爆炸声将二人吵醒了，平和而幸福的日子开始了。天使逐渐和他们成为了不可分离的一家人，一起打坐，一起修炼，一起击拳。虽然大多数都是挨揍，不过身为龟仙人的弟子，悟饭还是无法经受住美女的诱惑，稍一分神，被悟空一拳给撂倒了。在和天使的相处中，悟空的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，一起训练，一起玩耍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他们的感情也得到了升华。这种幸福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春秋。看着趴在天使身上的悟空，两人都会心的笑了。悟空也有了妈妈。明月当空，本是美好的画面，但悟饭却高兴不起来。他想起了悟空变成大猩猩的事情。闲暇的时光，三人在院子中休息。天使看着幸福的两个人，忽然想起了自己凶狠的父亲，伤心不已。一天傍晚，悟空照样在和恐龙锻炼身手。悟饭对天使每天拿的棍子有些好奇。天使告诉他，这是权杖，在我力量最充沛的时候，可以用它改变时间，控制生死，但现在做不到了，因为和父亲产生了矛盾。我爱战斗的毛病惹怒了他，他剥夺了我一切神力，怒骂我像我这样的叛逆者不配拥有家庭。两人正聊到伤感之际，悟空终于将恐龙打倒了。深夜，天使飞到空中，看着皎洁的月亮，思乡之情更加浓烈了。但没想到悟空也看到了。月圆之夜，赛亚人看到会变成巨大的猿猴，一声巨响打破了天使的思乡之情。他瞬间来到巨猿面前，但为时已晚，孙悟饭已经被巨猿杀死了。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！他反应过来，朝着巨猿一顿暴击，悟空昏倒了，而他的爷爷彻底去世了。无论天使利用自己的神力，还是利用权杖的魔法，都无法将他救活。他忘了自己的神力已经被父亲夺去了。看着死去的悟饭，他伤心欲绝。第二天，悟空醒了过来，爷爷的死他伤心不已，但他根本不知道悟饭是他杀死的。善良的天使也没有告诉他，他想带着悟空去新的世界，在那里可以提高战斗力。但是悟空想自己一个人去闯荡，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可以超过天使妈妈。第二天，悟空将天使送走了，而他也开启了自己的冒险之旅，偶遇布尔玛，勇斗大魔王，降服贝吉塔，消灭了众多想侵略地球的坏人。而之后的人生像开挂了一般，人生的追求也不仅局限在地球，接触到了全宇宙形形色色的人，就连破坏神都成了自己的好朋友。终于有一天，悟空和天使妈妈再次相遇了，而其中的滋味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